有缘人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？我们总说同频相吸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为什么我们会和那些与我们并不匹配的人产生吸引，甚至是纠缠很久呢？比如对方可能是你认为自己配不上的人，或者是你根本看不上的人，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。当你理解了这些，或许会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视角。实际上，除了大家一眼能看到的身高、外貌、财富和家庭背景之外，还有3个不易察觉的因素在影响着你的频率。首先是心灵的能量，心灵能量越强大，就越能超越表面的条件吸引他人。反之，如果心灵能量不够稳定，就更容易被外界的人或是所牵绊。比如有些长得好看且单纯的女孩子，可能会被一个行为不端的男生欺骗，这往往是因为他的心灵能量不够强大，容易受到影响。在成长的路上，我们常常把注意力投射在外面的世界，比如我们追逐五光十色的生活，沉醉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中，这本来无可厚非。但是问题在于，我们很难接受生活中的另一面，比如衰老、凋零、孤独和痛苦。因为不断地将注意力投射在外部，我们往往会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定义自己的幸福感。如果不能从内心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心灵防线，培养出稳定的精神能量，那么对自我的认知就会严重失真，就会在头脑世界塑造一个似是而非的我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在现实中可能会表现出2种极端，要么过分自信，缺乏自知之明，要么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卑。因此，在这种心态下，我们更加依赖外界的认可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感，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，总是希望通过别人的肯定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否则就会感到不安和自卑。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提到的那些女孩会被不靠谱的男生所吸引，甚至被其哄得团团转的原因。其次是家族的气场，有些人虽然自身能力一般，但总能在关键时刻得到贵人的帮助，轻松地与比自己层次高的人相处融洽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家族的气场。有时候这股力量可以追溯到几代甚至更早以前，可能是祖上积德行善的结果，与家族现在的经济状况没有直接联系。这些人一出生就带着这种高频的能量。最后是个体的一体化需求，这涉及到原生家庭的影响。比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重复着某种类型的恋爱模式，这可能是因为你的父母之间也有类似的互动方式，比如不断的争斗或是互相救赎。从更大的角度来看，这也可能与前世今生的因果有关。万物皆震动，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能量层次中，吸引着与自己频率相应的人和事物。当我们的能量处于较低层级时，往往会吸引负面的人和事，而当我们提升自己的能量层级，
生活就会迎来积极的变化。因为我们本质上都是由能量波动组成的，可以将人类视为振动的生物。那些充满愤怒和仇恨的人，实际上是在降低自己的振动频率。如果你达不到相应的振动频率，即使暂时获得了某样东西，最终也会失去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些中大奖的人大多最终会失去一切，以及不匹配的情侣虽然能走到一起，但很难长久，因为他们尚未达到与所得相匹配的能量层级。要想真正拥有它，就必须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，成为与之相匹配的人。你每时每刻都在由内而外地散发着振动。如果你持续地散发出爱与慈悲的振动，你就会吸引相应的事物。偶尔为之是不够的，这也是为什么专注做一件事如此重要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注意力过于分散，导致内在的能量无法有效投射出去，变成了杂乱的思绪和噪声，使得整体能量混乱。只有当我们能足够专注时，所展现的能量才能变得更加清晰，从而在现实中投射出来。因此，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训练专注力，保持觉知和正念，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能量频率。无意识的行为只会让我们陷入同样的循环中，因为那是潜意识在掌控着你，而潜意识会不断吸引相同频率的事物，你就会不断重复着相同模式的经历。例如，一对情侣分手后，即便经历了失恋期，重新开始约会，还是经常会遇到与前任相似类型的人。这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中还保留着与前任相关的振动频率，自然就会吸引到相似的人。如果你想让外界发生改变，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能量频率。随着频率的提升，你的人生轨迹、周围的环境、遇见的人和事都会受到影响。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感知并调整自身能量频率的过程，从混乱走向清晰，从紧张转向放松，从迷茫变为稳定，最终达到一种平和、喜悦、充满光明和爱的状态。所以，不论哪个学派强调的核心，其实都是一个关于从低频向高频转变的道理。你的心灵是最强大的能量发射器，你所有的想法、言语、行为和生命历程，无时无刻不再受到心灵的影响和调控。我们要勇敢面对每一个当下的课题。怎么面对呢？2个字：承担。古人说，君子思不出其位，这句话很有深意，位指的就是当下的位置。在家里，你扮演的是家人的角色；在公司，你是员工或领导的角色；在社会，你有自己的社会身份。无论在哪个角色中，都要全力以赴，专注于当前的角色，做好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再顺利过渡到下一个角色。另一个原则是素其位而行，不怨乎其外。这意味着在每一个当下，你所呈现的角色应该是单一的，这也是你的愿力
不会让你脱离当前的行为，也不会让你偏离内心的指引。一旦我们离开了当下的位置，所有的思考都可能变成虚幻的幻想。选择了一个位置，就意味着要承担起这个位置赋予的责任，完成属于这个角色的生命课题。人立于天地之间，要想顶天立地，就需要学会承担，不逃避，不拖延，勇敢接纳。这样做，你心中的恐惧会逐渐消失，你的心会越来越安定，任何外在的伤害都不会影响到你，因为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平和的能量场域，自然会吸引到与你同频的人、机会和美好的生活状态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内心的力量在吸引他们。什么样的频率，创造什么样的人生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从不操心剧情，而是操心频率。他们一心一意在能量、振动与频率上下功夫，极致专注，深度投注，心无旁骛。他们在良知的照耀下，愿力的牵引下，聚焦内在工程，通过身心能量的频率升级，把自己从剧情的体验者超拔出来，成为人生剧本的主导者与创造者。他们具有超强的调频力，能够在内核稳定的状态下，自如调整自己的身心频率，无缝切换自己的功课频道，以对的频率与节奏去显化创造对的人生新场景、新剧情。他们从消极到积极，从焦虑到平和，从悲伤到喜悦，从匮乏到富足，从索取到创造，从个体到整体，从头脑到全身，完全转换自己的频率，进而重建自己的生命。他们缩短进化路径，当下即是，以高远的意境直接超越，摆脱了低层次的精神内耗与剧情重复，身心合一，心神合一，在更高的意识维度上演绎灵魂的自由自觉，演绎生命的本自具足。生命不是用来低维体验的，而是用来高维创造的。高手从不在低维空间中浪费自己的意识力量，而是直接去接轨天道的合一运转频率，在开悟的能量层级中展开最高品质的精神创造。生命不在于你做什么，而在于你的状态。对于高手而言，频率是一切的根源，频率对了，人生就对了。频率对了，一切都对了。正如不同无线波段可以接受不同讯息一样，只要你的意识出路是光明的，身心频率在对的轨道上精准运作，你永远不用担心，不用执着于结果，顺势而为，一切自动自发。而生命一切的频率，最终都是意识的频率，精神的频率。所以提升身心振频的核心是管理自己的意识，调频要从起心动念处下功夫，纯粹初心，摆正动机，以干净纯粹的意识状态整体统调。高手永远都是先调频后做事，
吃饭时有吃饭的状态，运动时有运动的状态，创造时有创造的状态。根据不同场景，随机调频，随境显象，在不同状态中完成各种工作，顺流顺遂，毫不费力。4. 愿力是人生最强大的调频器。当你立大志发大愿，动机至善，愿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创造去利益众生，因为顺应了宇宙内在向善的发展意志，因为意识维度的彻底升级，你的频率能够链接通透天地万物。5. 真挚的热爱，忘我的热爱，发自内心的热爱，可以快速整合你的身心，调整你的频率，把你带入和谐共振的心流状态。在热爱的频率中，你的身体松弛，你的意识舒展，内在能量与智慧就会流淌出来。6. 喜悦就是能量，喜悦就是气场，喜悦的身心频率就是高级的创造频率，也是所有奇迹生产的根源。真正的喜悦不是简单肤浅的五感快乐与精神享受，而是在生命觉醒层面上的良知呈现与灵魂光明。7. 动静有时，开合有度，身心和谐共振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感。这是一门极其重要的人生功课。天地有天地运行的节奏，万物有万物生长的节奏，节奏就是能量，节奏就是生机，节奏就是创造力。8. 万事万物皆有规律，皆有自己运行的频率与轨道，少即是多，慢即是快。当你把自己的脚步放慢，把心安放好，在平和喜悦的人生状态中，你很容易洞察万物的本来面目，通透世间一切的真相与本质。9. 蓝天虚空清纯细腻，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生机与能量，融入虚空蓝天，身心可以得到快速的清理与净化，意识无限的出路与生机就会呈现出来，进而表达出强大的创造力。10. 圣贤智慧自带气场，可以快速调频，把外露的精神回收回来，浸泡在经典著作中，与圣贤神交，在与先贤圣贤的心心相印中获得能量与智慧，获得人生精进勇气与毅力，获得榜样的浩然正气。宇宙只关心你的频率，你唯一的功课就是在意识科学导引下调整身心频率，无限接近天道。人生其实就是场意识的修行，生命只是为了体验一切而来，所有的经历都是来丰富自己，成就自己，圆满自己的，所有的体验都是来度自己的，立誓练心，随缘了业。所以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心力的成长，真正的智慧是心灵的智慧。耐心看完这6句话，必能助力你心灵智慧的觉醒。第1句，当你看见河，你已经在河之外；当你看见山，你在山之外；当你能看见自己的任何情绪，
你就已经在情绪之外，你就是你自己的观察者。你的情绪化除了伤害你自己，就是伤害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。在任何负面情绪即将起来的时候，跳出室外，跳出自我，观察这个情绪本身，然后用理智和判断力去代替潜意识和情绪来驱动你这副身体，来决定你接下来说什么话，做什么事儿。你听完以后可能会觉得很有道理，但是还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对吧？我告诉你一个跳出室外，跳出自我的诀窍。照镜子，你只要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要起来了，抓紧去找一面镜子，不用很精致的那种，只要能让你看见自己脸的东西就行。手机摄像头都行，这个方法超级灵，你用过就知道了。你只要看到自己脸的一瞬间，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第二句，世界上最难沟通的不是没有文化的人，而是被灌输了标准答案的人。注意，这里的标准答案4个字是打了引号的。什么叫乌合之众？就是盲从的人，闭着眼睛相信的人，把自己的命运造化、身家性命毫无质疑地交付给别人手里的人。一个人没有文化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。而这样的人偏偏最容易被坏人利用，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看似可恨，实则可怜。第3句，你接纳什么，什么就消失；你反对什么，什么就存在。请你始终要相信，治愈你的不一定是时间，而是你的内心的度和量，是你自己跟自己的释怀。生活其实就是自己哄自己，你把自己哄明白了，什么都解决了。看透是一种领悟，看淡是一种轻松，看开是一种快乐。不要看别人的错，你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因果。你越是在意，越适得其反。一念放下便是晴天。人生是很多事情其实都像冰淇淋，只要你的心不是冰箱，它们都会慢慢融化掉的。第4句，你可以要求自己对别人好，但不要期待别人对你好。你怎么对别人，并不代表别人会怎么对你。如果看不透这一点，你只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烦恼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易，可以交换，但人心难换。确切的说是人心难换禽兽心。咱们东方有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，无独有偶，西方也有农夫与蛇的故事。虽然都是寓言，但说的都是一个事儿。做人清醒一点，伤害你的不是别人的绝情，而是你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。第5句，如果你不明白你的敌人是你自己，你会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用来改变别人，最后一无所有，一无所得。俗话说山若不来，我便过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5颜6色的花，也有5颜6色的人。一花一世界，一人一洞天。你可以不喜欢某种颜色的花，也可以不喜欢某种类型的人，但是你永远无法改变他们。
你既然改变不了，那就试着去接受它，接受别人的不同，理解别人的局限。所以人生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最后一句，我用真心待你，但不执着于你。活在缘分中，而非关系里。一切世间香，变化无常，依心建立。懂得随缘，你就不苦。而真正的随缘，并非什么都不做，一味地等着老天的安排，而是要学会接受全力以赴后的求之不得，把关注点投入到过程中，而非结果上。所谓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随缘是一种洞彻万法的智慧，而不是消极逃避的心态。修行说到底就是要回到当下，修炼的也是当下的心。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自己，认识到真正的自己。如果不能安住于当下，与生命的觉醒就永远不会有所交集。过去未来都是基于三维世界的认知，心安之处正是指当下。很多人因为不了解生命的真实面貌，所以不断寻求外界的认可和刺激。观自己是你自己的放映师，只有与高维的自己同在，才能融入当下，拥有觉知力，明白面前的一切都与自己的认知和决心息息相关，理解当下的生命课题。这就是悟。对过去的怀念，对未来的憧憬，其实都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。只有在当下，才能专注于生命内在的成长。有缘人，你能有耐心看到现在，说明你的心境其实已经超过了99的人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最后祝福屏幕前的你，守一分耕耘，安逸方静，不惊扰世界，不迷失自己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